想象一下，全球各地的预言者，一位日本漫画家，一个印度占星少年，保加利亚的盲眼灵媒，还有16世纪的法国预言大师，他们的目光竟然齐刷刷锁定在同一年2025年。更令人心跳加速的是，这些预言中，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频频出现，仿佛被命运选为末日剧本的主角之一。这是纯属巧合，还是冥冥中的安排？近年来，这些预言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，网友们热议不断，帖子、视频、评论满天飞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今天我们将化身末日探秘者，带你一起抽丝剥茧，破解这4则与台湾息息相关的2025年预言。它们来源千奇百怪，漫画里的噩梦、占星图的推算、乡间的神秘低语、古老诗篇的隐喻。预言描绘的画面触目惊心，地震、海啸、瘟疫、战火，仿佛灾难大片接连上映。不过别慌，我们会一边深挖这些故事，一边用理性的分析和一点轻松的吐槽来平衡气氛。毕竟聊世界末日也得有点幽默感，对吧？准备好你的好奇心，跟我们一起踏上这场惊险刺激的探秘之旅，揭开2025年隐藏的秘密。早在1999年，日本漫画家龙书亮出版了一本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，记录了他从1976年开始做的离奇梦境，总共描绘了11个未来的场景。当时这本书就像个不起眼的小众漫画，没几个人当真。谁会相信一个漫画家的梦能预知未来呢？然而时间成了最好的验证者，他的梦境竟接二连三变成现实，让人瞠目结舌。比如他梦到2011年3月的一场大地震，结果311东日本大地震精准应验，时间、场景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还梦见过1997年英国戴安娜王妃的车祸悲剧，以及1991年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·莫丘利因病去世，这些事件后来都发生了。据统计，他的11个预知梦已有 7.5 个兑现，那半个是指部分吻合或还在验证的预言。这让他从漫画家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先知。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关于2025年7月8日的梦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将席卷台湾、日本、菲律宾形成的三角海域。梦中海底突然爆炸或地震，掀起高达40米的巨浪，相当于10几层楼的高度。巨浪遮天蔽日，吞噬海岸，日本1/3的国土被海水淹没，台湾、香港、菲律宾的部分地区甚至被海水连成一片，世界地图被彻底改写。这样的画面简直像好莱坞灾难片的高潮镜头，怎能不让人背脊发凉？这个2025年海啸噩梦在漫画发表时几乎无人问津。1999年，大家忙着担心千禧年电脑危机，谁会去在意一个漫画家的超自然梦境？转折点出现在2011年311地震成真后，网友们翻出这本尘封的漫画，惊觉龙书亮早在12年前就画下了2025年7月8日大灾难的警告。一时间，这本书在网上疯传，讨论度爆棚。2021年，龙书亮推出漫画复刻版，迅速登上日本畅销书榜，社交媒体上2025年7月灾难的标签火遍全网。日本媒体采访他时，他坦言重出江湖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希望唤醒大家对灾害的警觉。他说，我不想吓唬大家，但既然梦到了，就有义务提醒大家做好准备。
这话让他的支持者更加深信不疑。更离奇的是，近几年台湾、香港、大陆的网友在 PTT、微博、脸书等平台纷纷分享自己的梦境：18层楼高的巨浪，2025年7月初的灾难场景。这些毫无关联的人为何梦到几乎相同的画面？是纯粹的巧合，还是某种神秘的集体潜意识在示警？听起来就像灵异小说的桥段，真让人头皮发麻。支持龙树亮的人坚信，他精准预知311地震的战绩，证明他的2025年警告绝非空穴来风。甚至有人猜测，网友们的相似梦境可能是超自然力量在提前预警，就像911事件前有人梦到飞机撞大楼的恐怖画面。难道预知梦真的存在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龙树亮的7月海啸预言岂不是末日倒计时的警钟？但冷静的声音也在提醒我们，这些现象可能有更平凡的解释。批评者指出，当一个耸人听闻的预言传开后，人们容易因焦虑而在梦中复刻类似场景。换句话说，网友梦到的巨浪可能是受了龙树亮漫画的启发，而不是真的连上了未来天线。科学上，预知梦至今没有可靠证据，很多所谓梦中预警不过是巧合。就像2012年的世界末日谣言，最后证明只是场闹剧。对龙树亮的预言，我们既不能吓得失眠，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。明智的做法是，一方面关注地震预警和科学研判，另一方面别让恐惧主宰生活。毕竟，就算真有海啸风险，我们能做的也是提前准备，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。你家里的避难包准备好了吗？不妨趁现在检查一下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席卷网络的印度神童阿南德。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凭借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成为全球焦点。他自称2019年就预测了一场全球瘟疫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，他被封为占星天才， YouTube 频道订阅量暴涨。他的预测涵盖政治、经济、自然灾害等，每次发布新视频都吸引各国媒体争相报道。10几岁时，阿南德就展现了对占星经典的惊人天赋，据说能精准解读星象，预测国际趋势。那么，这位神童对2025年有什么惊人预言呢？他提出了3大警告，堪称灾难套餐。首先，2025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，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的星象交汇将引发水域灾难，特别是南海地区，包括台湾以南、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的广大海域，可能发生强烈海底地震，掀起毁灭性海啸，波及沿海国家。其次，2025年上半年，南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，甚至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事件，台湾海峡或南海岛礁可能成为风暴中心。最后，他预测2025年全球将面临7大危机：超级太阳风暴瘫痪电网，人工智能失控，粮食短缺，极端天气肆虐，简直把所有灾难元素都塞进了一年。他还提到，全球冲突将此起彼伏，但应该不至于演变成全面世界大战。听完这番话，你是不是觉得2025年像一部灾难片合集？阿南德的命中记录让支持者信心满满，他预测了新冠疫情，还预言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胜出，2025年重返白宫，这点还得等时间验证。他的南海预言似乎与近年台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不谋而合，让人不敢小觑。但质疑者也有话要说，阿南德的预言往往语焉不详，
类似某年有疾病这种泛泛之谈总能碰巧命中。他曾预测疫情结束时间和经济走势，却多次失准。有人认为他走红后，媒体和粉丝过度炒作，难免断章取义。他的警告其实与科学界已知风险重叠，气候变化、地震带活动、地缘冲突、电网脆弱性。换句话说，他的预言更像是对现实趋势的总结，而非未卜先知。如果某项预测没发生，就被大家遗忘；一旦有类似事件，就被捧为神准。对阿南德的预言，我们不妨听听当参考，但别吓得睡不着。台湾确实在南海地震带范围内，沿海地区需警惕海啸风险。国际社会也应通过对话化解冲突。作为普通人，关注新闻，备点应急物资，总比坐等灾难靠谱。你会为了这些预言囤点罐头吗？说到末日预言，怎能不提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万加？这位20世纪的传奇灵媒虽双目失明，却被奉为欧洲诺查丹马斯。据传，他预言了2001年的911事件、苏联解体、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等，在神秘学圈子里名声响亮。他对2025年的预言令人不寒而栗，这一年将是世界末日的开端，欧洲将爆发两国之间的战争，导致人口锐减、大陆荒芜，战火和瘟疫将席卷全球，连远在东亚的台湾也难以幸免。他描述的画面仿佛第3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在升起，文明走向崩塌。现实似乎在为他的预言铺路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，至今未平，欧洲边缘的战火已造成大量伤亡和难民潮，部分地区满目疮痍。信徒们忧心忡忡，认为龙婆的欧洲浩劫正在上演。如果2025年冲突进一步升级，甚至波及全球，台湾作为地缘敏感区域，恐难独善其身。这样的预言，怎能不让人心生不安？但龙婆的预言并非无懈可击。批评者指出，他的很多预言缺乏书面记录，多是后人转述或附会。比如钢铁飞鸟撞高塔的911预言，其实是事后才有人声称他说过。2016年欧洲消失也被证实是谣言。2016年只是发生了英国脱欧。他还预言美国第45任总统是最后一任，结果第46任总统已经上任。2023年地球轨道改变也没发生。可见龙婆的预言远非百发百中，很多灵验案例可能是巧合或曲解。他的预言往往模糊不清，2025年末日开端也可能是后人从他泛泛的说法中推算出的年份。怀疑者直言，这些预言更像是网络流言，事件发生后，人们总爱找先知来证明早有预兆。即便如此，现实中的战争风险不容忽视。俄乌冲突提醒我们，和平来之不易。台湾虽远隔重洋，但全球化时代，任何大战都会波及经济与安全。与其担心预言成真，不如支持和平外交，珍惜当下的稳定。你觉得战争离我们有多远？最后登场的是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，他的《诸世纪》以隐晦的4行诗闻名，被后世解读为预言了从拿破仑到希特勒，从法国大革命到2战的诸多大事。比如他写到年老狮子败于年轻狮子，眼睛被刺瞎而死，被认为预言了法国国王亨利2世在比武中被长矛刺死。伊斯特河畔的平民以言辞征服军队，被解读为希特勒的崛起。20乘6+6，古老之城被大火吞噬，
则被认为是1666年伦敦大火的预告。尽管这些解读常有争议，但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之王称号深入人心。他的诗被认为指向2025年的巨变，东方之地可能指日本或台湾，将发生地震和海啸。第5太阳周期结束时，人类将面临最后的抉择，要么因战争、科技失控滑向深渊，要么通过变革扭转命运。爱好者指出，2023年日本石川县强震似乎与诗中东方震动吻合，2025年可能是文明的十字路口。诺查丹马斯的信徒坚信，他的诗是包罗万象的未来蓝图，2025年的灾难与变革早已注定。他们从诗中挖掘出海啸、战争、瘟疫的线索，与近年新闻对号入座。但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却泼冷水，诺氏的诗太过模糊，事后解读往往是马后炮。他最著名的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曾吓坏无数人，结果1999年平安无事。所谓恐怖大王可能只是日食或小规模冲突。他的预言更像诗意的哲思，不同人能读出不同意思。信者自有理由，不信者一笑置之。尽管诺查丹马斯没明说台湾，但若2025年真有全球动荡，台湾作为亚太枢纽，难免受波及。他的预言提醒我们关注气候、地缘、科技风险，未雨绸缪。你会把这些事当真，还是当文学欣赏？看完这4则预言，漫画家的海啸噩梦，神童的灾难套餐，龙婆的欧洲浩劫，诺氏的诗意抉择，你是不是感觉像经历了一场脑洞大开的末日巡礼？他们风格各异，却都指向2025年。台湾频频上榜，要么是灾难波及之地，要么是冲突的风暴眼。难怪这些故事在台湾引发热议，既好奇又不安。我们该如何看待？是相信末日将近，还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？答案或许没那么非黑即白。预言不是科学，而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与希望的投射。每逢动荡年代，末日论就特别流行，因为我们对地震、战争、气候变化的威胁感同身受。台湾位于地震带，地缘位置敏感，这些预言不过是把现实风险戏剧化，敲响警钟。以龙树亮的梦为例，无论真假，都提醒我们台湾在环太平洋地震带，地震海啸风险真实存在。科学预测，南海海槽未来几十年发生8级以上地震的概率高达70%至80%。阿南德的占星警告与南海的地缘紧张和地震风险不谋而合，促使我们关注和平与防灾。龙婆的欧洲末日图景让我们珍惜和平，警惕冲突升级。诺查丹马斯的诗句则像对人类未来的哲思，命运是注定还是可改变？预言本身不会改写未来，改变未来的只有我们的行动。2025年或许不平凡，但与其惊慌失措，不如脚踏实地准备。从个人到国家，加强防灾演练，投资抗震设施，促进国际对话，正视气候危机，这些努力远比预言刺激，却是我们渡过难关的关键。正如俗话所说，希望最好的，准备最坏的。这些预言可以看作最坏情况的想象演习，提醒我们珍惜和平与稳定。普通人能做什么？检查避难包，熟悉逃生路线，关注地震预警，都是小儿时的行动。社会层面，强化防灾体系，支持和平外交，才能让灾难止于预言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
你相信预言吗？面对未知，你是听天由命，还是相信人定胜天？2025年的答案不在预言里，而在我们的选择中。人类对末日预言的迷恋，或许源自对未知的敬畏，但与其焦虑，不如化恐惧为动力，让可怕的预言落空，让美好的愿景成真。用行动化解灾难，用团结避免战争，用智慧驾驭科技，这才是穿越末日预言的生存之道。无论2025年是否风暴来袭，我们都能带着理性与希望，坦然迎接每一天。你准备好了吗？